我们的团队针对各种大事，整理出全球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分析，从中可以看到相同点、不同的角度。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6度的智能化。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陷入混乱。华盛顿邮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因最近对司法系统的改革而受到批评。此举引发了抗议活动，股市下跌，甚至以色列总统发出内战警告。批评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以前的避险策略正在失去对抗联盟强硬右翼派系的效力。内塔尼亚胡还面临各国领导人的严厉谴责，包括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他指出该运动的不民主性质。记者兼内塔尼亚胡传记作者安谢尔·普费弗 （Angel Pfeffer） 表示，大修计划与内塔尼亚胡不符。总理没有在这个平台上竞选，也没有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到拟议的计划。内塔尼亚胡政治领域的人士猜测，他的妻子萨拉和儿子亚尔对这一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前间谍头目埃夫拉伊姆·哈勒维 （Frame Halavi） 认为，现任总理与多年前任命他为摩萨德负责人的人不同。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政治的无可置疑的控制在6个任期内首次下降。此举可能会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可怕的后果。抗议活动和内阁成员已经反对大修。美国强烈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寻求妥协。路透社：美国政府呼吁以色列领导人在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Yoav Gallant） 被解雇后缓解紧张局势。后者与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的政府就计划对司法系统进行全面改革而闹翻。我们继续强烈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尽快找到妥协。我们相信这是以色列及其所有公民的最佳前进道路。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Adrian Watson 说。问题的核心是内塔尼亚胡希望加强对司法任命的政治控制，并赋予行政部门更大的权力来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一些以色列立法者指责他破坏民主，他否认了这一点。内塔尼亚胡解雇国防部长后，以色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半岛电视台：成千上万的公民示威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通过在以色列周围城市游行来改革司法机构的计划。示威活动是在内塔尼亚胡解雇国防部长 Yoav Gallant 批评政府决定后引发的。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计划引起了公民的恐慌，甚至引起了美国等盟友的担忧。拟议的举措将把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取消制衡制度，并将授予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权利。此举的批评者声称内塔尼亚胡存在利益冲突，因为他目前正在接受腐败指控的审判。在新法律的关键时刻，行政法案预计将于本周在议会获得批准。议会有120个席位，内塔尼亚胡的盟友将获得64个席位。反对党工党将这些事件称为政变。从特拉维夫开始的抗议者向内塔尼亚胡的官邸游行，在主要高速公路上点燃了一堆大篝火，导致远警使用水炮将他们推回去。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因加兰特被撤职而递交辞呈。以色列研究型大学宣布将停课，敦促冻结立法。耶路撒冷智库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称，当前的法律和政治发展是以色列的宪法危机，称不同的管理机构在权威和合法性的来源上存在分歧。内塔尼亚胡的计划维护司法系统以及司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然而，随着可能将以色列转变为独裁政权的举动，与公民和盟友的争端似乎正在加深该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以色列的民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彭博社警告说，以色列提议的司法改革有可能引发宪法危机、内乱和经济损失加深。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正在推动一项法律生效，该法律可能会看到执政联盟填补最高法院的最高席位，并有效控制下级法院的任命。目前，高等法院提供了制衡以色列行政权力的唯一手段。该国军方成员拒绝报道以抗议这些提议，导致国防部长被解雇。此外，批评者认为，拟议的修改将使法院政治化，攻击权力分立，破坏公众对任何新立法的信任。以色列成千上万的人上街，要求内塔尼亚胡辞职。日经亚洲，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解雇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总理的耶路撒冷家中，要求他辞职。加兰特被解雇之前，他敦促停止一项备受争议的改革司法系统的计划，并警告该专案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明确、直接和切实的威胁。内塔尼亚胡因腐败指控而受审，他否认了这一点。改革计划旨在控制激进的法官，恢复行政和司法之间的适当平衡。然而，批评人士警告说，这些措施对以色列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国家元首艾萨克·赫尔佐格总统本月早些时候警告说，除非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否则该国将面临灾难。最近几周，财政部高级官员也警告经济反弹，而商界领袖则为公司的未来敲响了警钟。除了扰乱以色列的正常生活外，动荡还可能破坏立法的通过，使行政部门对法官的任命有更多的控制权。预计本周将在议会提交批准一项法案，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控制住120个席位中的64个席位。在加兰特被撤职后，至少有3名利库德集团部长表示，是时候重新评估他们的战略了。如果内塔尼亚胡决定这样做，他们将支援停止立法。以色列大学举行了大规模罢课。英国独立报，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因腐败定罪和他提议的司法机构法律改革而辞职。本周早些时候，他解雇了他的国防部长，后者声称这些变化将对该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大学举行了大规模罢课，因为抗议者集中在内塔尼亚胡未能听取士兵和教师对安全和工作保障的担忧。抗议者声称，允许议会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法律改革将参与最终的经济动荡或对以色列民主的破坏。该国对这些变化变得非常分歧。内塔尼亚胡坚称，这些变化是为了防止法院越权。以色列司法改革加剧了分歧。纽约时报，联盟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将试图通过一项提案对其系统进行有争议的司法改革。该提案将使其对最高法院法官的选择拥有更大的控制权。虽然政府声称该法案对于确保更具代表性的司法机构是必要的，但对此举的强烈反对已经出现，包括街头抗议、拜登政府的不安。以色列国防军 IDF 警告预备役人员退出职责，以及对金融和娱乐等行业人士的采访以色列民主面临的风险。该国的法律人物也反对这项措施。最高法院高级法官埃斯特·哈尤特 Esther Hay 认为，政客们正在寻求迫使法院放弃其独立性，或者被迫通过他不相信的立法放弃它，并断言此举将消除以色列民主的最后堡垒。这次改革加剧了对以色列治理的分歧，突出了宗教、
国家和定居点之间关系的社会冲突，需要克服一个会集中坚派和左翼团体的反对派联盟，以及阿拉伯以色列团体的抗议活动。虽然面临持续的压力，但总理的政党在赢得选举胜利方面有著悠久的成功历史，其合法性得到了国内外商界如何看待的支援。在其他地方，批评者认为此举将赋予政府对司法机构的权力，从而消除后者作为防止监管或滥用的堡垒的能力，可能会使以色列倒退到其他司法管辖区看到的威权主义。尽管存在担忧，但政府内部的反对派声音被驱逐出专家委员会听证会，以审议新法律。这一措施被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其结果详细考虑了该措施。纳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计划正在按计划进行。彭博社：减少以色列最高法院影响力的提案将于本周通过。事实证明，这些变化极具争议性，导致该国部分军队、商业和技术部门的反对，以及保守派团体的支援。这一转变将使政治家在法官，包括高等法院法官的遴选中发挥主导作用，从目前的制度转向法律专业人员在遴选方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该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这符合其他地方的做法。纳塔尼亚胡解雇反对司法改革的国防部长。路透社：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解雇了他的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因为他与执政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就一项备受争议的改革该国司法系统的计划进行了分裂。加兰特敦促政府暂停立法，这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的预备役军人撤回了他们的服务。加兰特说，这些抗议活动也影响了该国的正规部队并破坏了国家安全。批评人士称这些司法改革提案违宪和反民主，将允许政客在任命和解雇法官时绕过该国最高法院。纳塔尼亚胡将在几周内面临他的第5次全国大选。他一直在他的极端正统派和民族主义盟友的支持下推动改革。然而，该国的反对派指责他利用他们作为逃避自己腐败审判的工具。纳塔尼亚胡最近在他的队伍中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异议，他自己的政党成员反对有争议的改革。他们还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冠状病毒大流行应对计划期间的经济政策。纳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将在3月份面临大选，此前执政的保守派分裂导致数月的政治不稳定。他的政党还面临住强硬右翼分子的叛乱，他们指责内塔尼亚胡背叛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纳塔尼亚胡对内阁代表失去了信心。BBC：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Yoav Gallant） 已被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免职。纳塔尼亚胡对内阁代表失去了信心。此前，加兰特呼吁废除有争议的司法系统改革提议，这将限制司法机构允许议会推翻最高法院决定的权利。加兰特将这些变化描述为对国家安全的切实威胁。周日晚上，反对改革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而内塔尼亚胡表示，改革对于防止法院越权是必要的。以色列议会通过法律使罢免总理变得更加困难。南华早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呼吁停止计划对该国司法机构进行全面改革后，解雇了他的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此举表明，内塔尼亚胡可能会继续推进这些变化，尽管遭到广泛反对。数以万计的抗议者抗议这些变化，包括军方和商界领袖。部长们现在正在推动议会就一项法律进行投票，该法律将使联盟对司法任命拥有最终决定权。
改革的批评者说，这将减少司法控制，并代表走向专制。以色列的一个善治组织要求该国最高法院惩罚内塔尼亚胡涉嫌违反利益冲突协定，涉及他在腐败审判期间监督司法机构的能力。以色列优质政府运动要求法院对不遵守协议的行为处以罚款或监禁。该组织的负责人埃利亚德·什拉加 （Liad Shraga） 指责内塔尼亚胡是无政府主义者，并表示总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最高法院给了内塔尼亚胡和总检察长1周的时间来回应该组织的要求。据报道，内塔尼亚胡被禁止直接影响改变司法机构的计划，因为他的利益冲突协定。他的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 （Yoav Levin） 正在推动这些提案。然而，在议会通过一项法律使罢免总理变得更加困难之后，内塔尼亚胡宣布他将进行干预以修补裂痕。他的承诺被以色列司法部长批评为违反利益冲突协定。这些变化将使政府有权决定谁成为法官，并限制对立法的司法控制。以色列总理的司法改革，增加司法任命权。半岛电视台，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解雇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Yoav Gallant），因为他反对该国拟议的司法改革。纳塔尼亚胡右翼利库德集团的高级成员呼吁暂停立法改革，与其他党员决裂。在政府批准一项法律后，加兰特发表了讲话。该法律使极右翼联盟能够对司法任命建立最终决定权。议会可能会在周一就此问题进行投票。纳塔尼亚胡此举是因为以色列的一个善治组织要求最高法院惩罚他，因为他违反了利益冲突协定。纳塔尼亚胡集团成员警告反对派。Axios，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呼吁立即暂停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后，解雇了他的国防部长。纳塔尼亚胡利库德集团成员约阿夫·加兰特 （Yoav Gallant） 警告说，反对军队内部改革立法正在破坏该国的国家安全。此举有可能助长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并加剧紧张局势，因为他受到包括拜登总统和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在内的许多最亲密盟友的指控，削弱了以色列最高法院及其民主。该计划的第一部分预计将在下周进行投票，并将使执政联盟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小组中自动获得多数。据信加兰特曾表示，司法改革不仅会在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人员中，而且在军队内部引发更多的示威活动。内塔尼亚的司法改革具有高度分裂性。彭博社，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解雇了他的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此前，加兰特发表讲话说，取消最高法院部分权力的司法改革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应该推迟。这项立法要求政治家对新法官的任命有更大的控制权，具有高度分裂性，包括商业、专业和军事领导人在内的反对者担心这会损害民主。该法律的支援者说，它只是让以色列与其他民主国家保持一致。以色列的一些盟友，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也表达了担忧。加兰特的替代者尚未确定。以色列总理的支持者说，抗议正在危及国家安全。加拿大 CBC，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解雇了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因为他呼吁推迟立法以改革该国的司法系统。纳塔尼亚胡利库德集团的立法者加兰特认为，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军事预备役人员反对这些计划正在危及国家安全。该立法的支援者表示，它将简化一个繁琐的系统，
而批评者则认为这将赋予内塔尼亚胡对司法机构太多的权力。纳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为时磨遭抗议。悉尼先驱晨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已将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Yoav Gallant） 免职。此前，加兰特公开建议政府应推迟改革该国司法系统的计划。加兰特担心，反对这些提案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影响国家安全，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预备役军人。批评人士认为，这些计划可能会破坏以色列的制衡制度，将该国推向专制。加兰特于1月8日正式要求暂停立法。纳塔尼亚胡政府本周仍在推动议会对关键立法进行投票。改革计划涉及一项法律，这意味着执政联盟将对所有司法任命拥有最终决定权。政府的目标是限制对法律的司法审查，并使议会能够监督最高法院的判决。反对者认为，这些变化将通过减少对行政部门的检查来破坏以色列的民主制度。总理因涉嫌违反利益冲突协定而受到优质政府运动的批评。该协定旨在保证他在因腐败而受审时不会与司法机构打交道。该运动现在已向最高法院请愿，要求惩罚内塔尼亚胡违反协定。既不排除罚款，也不排除监禁作为可能的惩罚。上诉指控总理非法忽视利益冲突裁决，该裁决禁止他亲自参与司法改革。纳塔尼亚胡的盟友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 （Yoav Levin） 正在监督这些变化。纳塔尼亚胡指责那些抗议变革的人是特权和无政府主义者。拜登政府在内塔尼亚胡解雇国防部长后深感关切。Axios， 白宫对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 （Yoav Gallant） 被解雇表示担忧。此前，他与执政联盟决裂，呼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暂停司法改革立法。由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政府提出的司法改革计划，加深了以色列的政治分歧，并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包括在周日加兰特被解雇后，数千人集会反对政府。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以色列一些最亲密盟友的领导人对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计划对该国的民主意味着什么表示担忧。预计周三将对司法改革计划的第一部分进行投票。总理因司法改革而解雇国防部长后，以色列爆发抗议活动。澳洲 ABC， 在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解雇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之后，以色列各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后者呼吁政府停止对司法机构进行有争议的改革。加兰特已成为内塔尼亚胡右翼利库德集团反对这些变化的最高级成员，这引起了人们对以色列内部民主影响的担忧。商界领袖、前军官和反对党也举行了抗议活动。纳塔尼亚胡旨在通过一项法案，为他的宗教民族主义联盟提供更多对以色列议会司法任命的控制权。如果该法案成功，预计司法机构对政府政策作出裁决的能力可能会受到限制。此前，有报道称，报告警告对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的潜在危险，同时将大量不受制约的权力交给政府。工会领导人奥弗·埃尼 （for i n i 表示，他对国防部长的解雇感到惊讶。而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则辞职以示抗议。穆迪的评级机构引用了以色列内部的政治紧张局势，因为它将该国银行的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与全球增长放缓和金融市场波动相关的压力。以色列抗议活动接踵而至。德国之声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日解雇了该国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因为他敦促政府停止其拟议的司法改革。这些变化将导致政府对法官的选择产生更大的影响，最高法院废除法律的权力将受到限制。反对者认为这些措施将结束权力分立，并可能导致专制。周末，特拉维夫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据报道，在一些活动中使用水炮，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自己在耶路撒冷的住所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对局势表示关切，敦促以色列政府尽快找到妥协。加兰特在加入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之前曾担任高级将领，他呼吁政府停止改革，理由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军方领导人也批评了该计划。纳塔尼亚胡的盟友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 Miki Zohar 表示，利库德集团执政联盟中最大的政党有迹象表明他们愿意重新考虑变革。以色列组织要求法院就司法计划惩罚内塔尼亚胡。美联社，以色列监督机构以色列品质政府运动已要求该国最高法院惩罚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涉嫌违反利益冲突协定。这些协定涉及在腐败审判时与司法机构打交道。纳塔尼亚胡发誓要根据他必须遵守的利益冲突协定，试图通过2项广泛不受欢迎的法律来说明改革。以色列总检察长此前曾禁止总理处理此事。纳塔尼亚胡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放弃该计划。批评人士称该计划将颠覆以色列的制衡体系。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